各位好，我主要是在前端开发领域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些经验吧，然后我也在 Web 开发上有比较多，持续了比较多年了。那我今天想讲一下，就是当我们去重新设计 Web，让它为 Agent 去消费来做准备，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Web 其实对于 Agent 本身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它上面有大量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去采集、需要去收集，才能更好的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的。但是呢，现在整个 Web 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人类设计的，无论它的 accessibility 做成怎么样，它依然是面向人类的。而 Agent 去看到我们的整个Web 的时候，它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人类天然是一种视觉动物，作为一个有视力的人来说，那我们看到的是视觉排版、色彩对比、动画引导这些东西。但是从 Agent 的角度来说，它很少会真正的通过截图、通过视觉模型去看，它可能看到的是 DOM 数啊。即便通过视觉模型，它看到其实是像素的矩阵，而不是真实的对于这些对象的理解。那我们的交互可以有点击、滚动、停、拖、拽这些，但是对于 Agent 来说，它更需要的是精确的语义的锚点。那我们可以从自然语言，人类可以从自然语言里、文本里去理解东西，但是 Agent 就更擅长去通过 schema 去理解东西。所以人类1秒钟可以找到一个说把一个商品加到购物车里去的功能，但是 Agent 可能要看到1500多个节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再进一步去看呢？我们整个 Web 社会其实是在变化的。我们从07年到12年，我们看到的是响应式布局、触控交互、Viewport 的 Meta 这些东西的发展。从12年到20年，我们看到了有很多 API 层面的发展，大家很多东西还会变成 headless， 供我们的程序去消费。那从2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这 Agent 的发展，我们有很多为 Agent 去消费 Web 的方案出来，我后面再来一一的展开。我们会相信 Agent 它不是去消灭人类界面的，它说我们在现有 Web 基础上应该加一套供 Agent 消费的语义层。我们也看到，我们社区已经做出了一些实践，比如说最典型的 LLMS.txt 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在 Agent 的访问的时候，不再提供一个 DOM 结构，而是单纯以纯文本 Markdown 的形式去告诉 Agent 的这个页面上有什么东西，以及一些外部的链接。那它也可以是轻量的一个索引，也可以是一个 for.txt 这样一个完整的文档，告诉整个大模型它的上下文。这跟以前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像 Robots 它就去告诉一个爬虫本质上也不是人类，应该怎么去做。那 LMS.txt 呢，它就告诉 Agent 应该去哪里，怎么用它的我的这些内容。那动态的也有，比如说 WebMCP 由 Google 提出的，包括 Google 最近的 Chrome Canary， 它提供的是 WebSkill 这样的能力。那我们也看到 Agent 上的各种各样的工具也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整个 Web 领域，通过 Trace 去注册和声明工具，这些工具共享页面上下文，在浏览器的安全模型下，通过这些权限跨域隔离去可控的去执行。那我们的电商就可以通过它去让 Agent 快速的去勾选商品去下单，我们的 SaaS 服务可以快速的去填写表单，快速的去做流程审批。我们的内容平台也可以快速的由 Agent 驱动去做搜索、筛选等等这样的操作啊，这也是为 Agent 在网页上提供了手和脚、提供了行动的能力。那我想更加去提的就是通过 Agent 我们看到的是以前 Web 提供了很多 UI 层面上的东西，人类在消费 UI， 无论是我通过听觉消费一种 UI 还是通过视觉消费一种 UI， 但是 Agent 它真正需要消费的是内容， UI 对它来说价值其实是有限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像 Google Disco 这样的项目，它做的是什么呢？由它的模型去消费现在的 Web 页面，将多个页面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为用户去定制一个为单次需求一次性的最好的一个交互页面啊，它可以收集到酒店信息，收集到航班信息，收集到整个美食，收集到整个交通等等等等，去为你构建出一张地图和整个旅行方案，而不需要你打开这么多网页，能在这个页面上你快速的去点击去订酒店、去约车等等等等。那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种情况是 Agent 去消费内容，由 Agent 生产 UI， 由人去享受 Agent 生产的 UI， 而不是遍布于全网的几亿、数十亿、数百亿的 UI 都要由人来消费。这样的一种状态，我相信在很快几年内就有可能出现。那我们再去看 Agent 到底是怎么去感知它的页面的。对于 Agent 来说，其实无非是视觉和文本。那视觉呢，它是截图通过
图像识别去做的，这个我们就不赘述了。在文本方面，我们其实想强调的是 ，agent 它其实不太想去看你层层嵌套的 DOM 结构，它更想去看到你一些语义级的数的快照啊，我们称它为 accessibility snapshot。它真正要理解的是里面的可交互元素，里面的更重要的这些文本等等的形式。那如果我们再 fallback 到我们的图像，那其实我们更好的对比度、更好的清晰度、更好的前后颜色叠加，让 agent 在图像能够找到最重要的信息，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也就是我们的网站的设计本身也应该尽量的去靠向 agent 能够去消费。那为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整个 DOM 树上去增加更多的属性啊，包括我们常见的 area label 啊，也包括我们去用语义优先的 HTML 这样的东西啊，以及我们的状态可观测，比如说 loading， 以前大家都经常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在转的一个动画，那我可以在这边直白的有一个隐藏元素说这是正在 loading，agent 看得到这个东西，他就理解我的状态，这包括我的导航路径的简化等等，这一系列东西，我就能构成我的页面面向 agent 更友好 ，agent 来消费我的内容更简单的一个目的。那我在 DOM 中就有可能会嵌入很多东西啊 ，area label 啊，我的 agent 面向 agent 的描述的元素 ，data agent description 啊 ，agent state、prediction 等等这样的东西，最终呢，让 agent 能够很好的在我的这个 HTML 上消费，同时呢，我再提供我的 manifest， 让 agent 去读，告诉他我这个页面里面有什么操作可以做，要做什么操作应该去点击一个什么样的 selector， 让他直接去进行，而不需要做更复杂的推理和理解的过程。那这些增加合在一起呢，我们相信它其实就是我们的 Web 面向 agent 的所谓的知识和上下文，它是我们现有的 UI 层的 Web 到 agent 的内容消费之间的一层适配啊。那通过这样的适配呢，我们可以最终能够达到 agent 去原生消费我们的内容，通过 MCP 去原生操作我们的行为，这样的更自动化的、更加智能化的一个目标啊。那在这边呢，我其实最终还是想提出来，在所有这些准备好以后 ，agent 将会成为我们 Web 的第一等公民。跟人类平起平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网站，它其实还是在防着 agent 防着机器人啊，各种的要过验证码，各种的要过各种的所谓的防火墙能力。但是呢，这个事情其实很难，未来是很难阻止的。agent 一定会与人类相同的去理解网页，去使用网页。谢谢。